问题啊，吵成那样。主任，我跟您说呀，他整天的没有一句实话。我俩是从09年开始认识的，是从一场联谊会上，他呢就是曾经唱了一首歌，非常吸引了我，我就这样的就跟他相处了。刚搬他家里，觉得家里特别的糟糕。有一天我休班的时候，有人呢就是敲门说那个免物业费的，半年的物业费没有交了，我就把他给交上了。不出1周又来点天然信。又都没交啊！您说他这一个大男人，连这点费用他交不上，他是个男人吗？我们钱跟朋友喝酒嘛，吃饭回来再给你，不一样吗？他整天的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，不务正业。也有工作，在姐姐那儿也是干活打工。他也不但挣不来钱，他还一开到工资把钱全都花空了。有一回他让我去见他的家人，储蓄卡上就只剩了2558块钱了。他呢就拉我到了一个商场里边，就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上衣，1700多块钱，还有一条裤子呢600多块钱。当时他就给我买，我当时就说了，我心里有你吗？我们心里有我，你这玩意钱都花空了，过日子怎么办呀？用不着这么奢侈。那买了吗？你不穿完以后让我姐姐回来看高兴。买了，我就说让他退掉，他不给我退掉，他就说让我穿。男人都有面子，谁买完再退去？后来这个月的日子怎么过的呢？没有钱就找我要呗，他也挣不来钱。还有主持人，我跟您说，不光是这些，还有房子的问题最主要的。他说是他自己租的房子，到后来房东连这个房租来了，然后他仔细电话就说姐姐没有接电话，我当时就有房东了，那怎么给姐姐会打电话交房费？哎，房子是我姐租的，跟我不一样嘛，我是他弟弟，他不可能把我赶出去。你哪能靠着姐姐生活呀？等于我是他弟弟，那也无所谓嘛，这不嘛。您说他一个大男人说连房费都交不起，您说我能跟他在一起吗？我就跟他分开了。在分开之后啊，有小姨呢就说给我介绍一个对象，也有正式的工作，家庭条件呢还不错。不久的时间呢，我就是嫁给这个男人了。你看那么短时间他就跟人在一块儿，我就跟他那么长时间他就。您现在是个什么身份呢？相处一段时间呢，觉得就是说跟这个还是说没有什么感情基础，要离婚了。听说他那个离婚了，我就给他打电话约他出来，就开始安慰他，告诉他我一直等他。安慰他时，他一直还是骗我。我怎么骗？还是没有说实话。我婚纱照不都给你照了？照完了以后不准备登记结婚了吗？他说那个去演出去，跟几个朋友去唱歌，需要这个路费，他让我把这1000块钱给他掏上了。交上之后，他回来不但没挣着钱吧，还要我还5000块钱的这个信用卡钱，怎么花的？在一块演出，人都穿的那个挺靓丽的，我上台面对观众穿的破衣拉撒的，怎么面对观众？人不得有面子？还有嘛必要啊？他们说买了一套2手的房子，我就让他把房本拿出来，他始终就吞吞吐吐的，就不给我拿。2手房买了吗？没有，这不准备后来再买。你还有脸说，连女儿你都养不起，还买房？拿嘛买房啊？女儿那不一样啊！我哥哥姐姐给钱嘛。你光靠哥哥姐姐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有一次这女儿生病，就给我打电话了，就说那发烧不好受。当时我就想了，你不好受，先叫爸爸，就说给你看看去，拿点药。结果女儿说了，爸爸没有钱，让我找您。你是个当父亲的吗？我不欠你是吗？你整天瞎告白的，那女儿就养不起，你是个父亲吗？演出真的给你挣钱。真的太让我不相信，你一直在欺骗我。女儿是第1段婚姻的孩子是吧？对。多大了？12。抚养费你都不给啊？抚养费给哥哥姐姐给。为什么不是你给呢？因为我还没有能力了。就这么一个人，你从09年开始又结过1回婚，怎么还往他手里落呢？毕竟俩曾经在一块待过，最主要的呢，就是说他在外边多乱找女人，可是不能总是一次次的欺骗我呀。你为什么要骗他呢？我不想失去他。那是不想失去我吗？你叔叔叫我回来替你养女儿，当你的信用卡。你从什么时候又回来了？13年的6月份吧。那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，你为他花了多少钱？你计算过吗？有几万块钱吧。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无论说怎么样的谎言，就是哄我，我都不想跟他在一起了。就是今天是来分手的，对吧？对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你真的让我心灰意冷，真的我太伤心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相信你。你让我再想想好吗？还留活口，观众都说了还想呢，到底图什么呀？今天这个赵女士的小姨说也来了，是吧？对，我小姨来的。来，我们有请赵女士的小姨，来有请，欢迎啊！主持人好。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代表我们家人吧，对我外女这个婚姻呢反对。第一，你没有正式的工作；第二，没有一句实话；第三，你没有住处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能把孩子交给你。听明白？马上不用。他没有幸福的生活。又买是吧？什么时候买？
这个我马上是什么时候？再过1-2年就能买了。宝贝儿，过一两年，你知道你们现在已经多大了吗？快要40的人了。我们等不起，再一个，我们就是等得起，不能等一下的大骗子就是一个。行了，听明白了啊，谢谢。啊，您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，哎，谢谢。请您回去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干嘛老骗人家呀？我不是善意的谎言，不想那个嘛，珍惜这段感情嘛。好吧，那我们的情感观察员和我们的爱情导师看到了一些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想问一下赵女士，你到底是要跟他分还是要跟他在一起？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了。说实在，他的确有错，不务正业，然后又欺骗，这种男人真的没有女人敢要。那我觉得我们男女之间沟通要学习是如何改变有问题的人，而不是去骂他而已。你要跟他讲的话，你那个态度真的，你刚上来的时候，我在旁边气场，我都后退3步，那个气场啪太强大了。你能不能换种沟通的方式？第二个呢？你要对你自己生命负责任。你是说他一直欺骗你，你知道吗？欺骗人固然有问题，一直被欺骗人更有问题。在心理学上，如果今天有些老公是赌博或者酗酒，在治疗方面都是强制他们先分开，而且是分开要到对方改变为止才能继续在一起，而不是说在一起等他改变，你在旁边是害他，因为他每次跟你要钱。你又不能坚持不给，还一哭二过三上吊，然后跟你的求你就给他了，然后他就无法上进。所以我希望你学到的是一些方法，而不只是骂骂。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女方，你爱你这位男朋友，你认为你割舍不下的是他对你的哪一方面？他呢，就是说对我挺真心的，就说在外。一种是社会上的假乞丐，一种是感情当中的真无赖。假乞丐有手有脚，却非要去讨饭吃；而真无赖四肢健全，却一定要去吃软饭。你外表倒是有模有样，说话也有腔有调，而且还听说会唱歌，是吧？但为什么偏偏要去好吃懒做呢？因为有朋友嘛的，让我一出去演出嘛的，就得切班，总切班嘛的，人家谁都不乐意。活了，你为什么要去演出呢？音乐是我的梦想，是我的爱好。你恰恰就败在了你的梦想里。如果说你把你的这个不能触及、不能实现，甚至于是一种你所谓的理想，当成一种幻想再去活的话，你是很悲哀的。女方说的没错，你骗的，其实她说的还不够，你也在骗自己。你在为自己那个梦虚幻着活着。男人挣的不光是钱，更重要的是尊严。如果你在感情当中充满着欺骗，充满着虚幻，你的尊严都被你的欺骗磨灭掉了。你什么都没有，你有什么资格去谈恋爱呢？可是我感觉，你看好多艺术家嘛，像什么名人，你的感觉，这个，你看了太多，你看了太多虚幻的东西。现实是什么？现实你是一个啃姐族，对吧？有姐啃姐，有哥啃哥，然后现在呢，有妻子啃妻子。尊严在哪儿？踏踏实实的做人，踏踏实实的做事儿。当自己能立得住，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，你才可能去找到一个爱上你的女人。
女方，我想最后说一句话：你这段感情的失败就在于你对对方的标准太低，仅仅是说专一不到外面去搞女人。也许你是上一段受到了这方面的伤害，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把自己抬高了，把眼睛看准了。谢谢。对于你这种人，我大概是无话可说。但是我想不通，为什么偏偏是你这样的一个男人，身边却总是围绕着爱你的女人，伤害你的前妻，对你失望透顶的现任，疼爱你的母亲，帮助你的姐姐，还有那个无依无靠的女儿。这5个女人对于你来说，通常都是非常复杂的情感，既爱你，又对你失望。但你的前妻和你的现任因为是一段姻缘，他可以选择离开，但另外3个女人不能。母亲陪了你43年，你今年43岁，她是陪到实在是没办法陪了，一把老骨头被你啃得剩，最后一点营养都没有了才走的。一个母亲要对你失望到什么地步，才在自己最后临走一刻，明明知道你还没成家需要这套房子，却把这套房子写在了姐姐的名下，而怕你把它给挥霍掉，他得对你有多失望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触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揣测过，母亲在最后临走的那一刻，她心里在想跟你说点什么。毫无疑问，她是抱着遗憾走的，她实在陪不了你了，她把你托付给你的姐姐。而在将来的未来的时间当中，我几乎可以看到你的姐姐和你的女儿会被你拖成什么样的一个命运。我相信你的姐姐因为你和自己的丈夫没少吵架，我相信你的女儿将来即便是找丈夫，也会因为你的拖累而无法有幸福的生活。你想过没有？人不能这样，能够离开你的都会离开你，但不能离开你的女人只能被你拖死。所以我说你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。你说你打扮的这么光鲜亮丽有用吗？你买那么华丽的服装去演出唱歌，你这唱什么呀？你连人生这首歌你都没唱好，你唱什么歌你？难道对于身边的这些对你失望的女人，你没有一点愧疚吗？话是重点。